日本撤回反华大使，王毅主任访问欧洲，让其认清现实，日本无法与华脱钩。大家好，我是肖映华。最近王毅主任访欧已经说明一切与华脱钩将被孤立。山上信务作为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却是一个著名的反华外交大使。他不仅多次怂恿澳大利亚与中国贸易脱钩，在中国禁止进口澳门这2年里，他还给澳大利亚打气，表示澳大利亚从不孤独，日本会始终和澳大利亚站在一起，一起对抗中国。台海局势方面，他也多次强调美日合作以及日本增加军费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这个人前不久还公然美化日军在2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最后被中国大使当场痛斥。然而就这么一个著名的反华大使，日本终于要把他撤走了。据澳媒近日报道，经过日本高级检察团对山田信务外交风格和使馆管理方面一段时间的调查，日方最终决定撤掉山上信务的驻澳大使职务。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山上信务被撤至澳大利亚肯定会先松一口气，因为时隔2年，澳大利亚煤炭重新进入了中国港口，这自然也是澳大利亚那边主动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经喊了很多遍，希望恢复对华贸易了。所以山上信务这个大嘴巴一走，中澳贸易合作的过程也会顺心不少。其次就是日本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结合目前的背景，就不难发现日本为什么这样做了。近段时间美国也是对中国露出獠牙，拜登不仅表示不会为击落中国民用气球一事道歉，还直言中国如果继续和俄罗斯纠缠不清，就要联合西方盟友对中国撤资。布林肯则更为嚣张，他表示中国不听劝将面临严重后果。对此，王毅主任近期也是接连访问欧洲多国，并警告美国不要在中俄关系方面指手画脚。王毅主任访欧取得的成果也是十分显著，马克龙、舒尔茨以及澳大利高层纷纷承诺反对与中国脱钩，以致中俄贸易美国没资格指手画脚，中俄会继续正常贸易往来。这将意味着美国如果说话算话，就要联合西方盟友来对付中国了。但是现在拜登所谓的盟友里面，诸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都不想与中国脱钩，那剩下的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了，日本很明显就在其中。换句话来说，德、意、法与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不想与中国经济脱钩。日本如果继续跟随美国的话，中国是完全有功夫重点来照顾日本的。考虑到山上信务本身反华，反对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往来的特殊性，日本这个节骨眼把它撤走，很明显是对中国释放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日本也不想与中国经济脱钩。虽然日本没少跟着美国对中国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敢和中国彻底翻脸。就拿欧洲和俄罗斯来讲，虽然他们几乎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但是如果北溪管道没有爆炸，我们也可以想象有多少欧洲国家还会继续偷偷的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呢？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此前日本业界人士就警告过岸田当局，如果和中国脱钩，日本 GDP 可能在数月之内萎缩10%。加上美国还要求日本与俄罗斯脱钩，日本继续作死，可能萎缩的更快。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